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要继续讨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争议问题。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如果我们不考虑它当初规划兴建的目的，只看目前的外观及生态诉求，那么它的设计其实真的很棒，参加国内外举办的设计奖，多次得到奖项。而以我实际造访的经验，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景观也确实设计得非常美。台湾的公共工程景观设计在国外得到景观设计大奖，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得奖是一回事，如果设计的内容有缺点，还是要改善。例如一座大巨蛋的棒球场，如果完工之后发现下雨的时候会漏水，那球打出去到外野，会被外野的白色椅子把球吃掉，看不到球的落点。那么即使这座大巨蛋得到了国际鸵鸟生态友善协会颁发的最佳蛋形建筑设计奖的首奖，虽然值得骄傲，但你还是要解决场地设计的缺失问题。因为新建大巨蛋的目的是要拿来作为棒球比赛之用，而不是作为网美打卡的景点。不过我今天拍摄这支影片，并不是要针对新北市政府，而是针对体育署。因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还真的得过一个跟自行车道有关的大奖，而这就是体育署所举办的活动。这是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当时称为三貂岭自行车道，第一次获奖，也是唯一得过的跟自行车车道有关的奖项。那是怎么回事呢？2020年，体育署举办骑亮台湾票选最赞亮点自行车路线。这是采用网络票选，再加上遴选座谈会，邀请专家就骑乘路线规划、周遭服务、路面与安全设施、车道串联、景点与在地特色5大构面进行综合评比。不过比较有趣的是，2020年三貂岭自行车道根本还没有完工，工程还在进行中。那么如何票选跟审查呢？所以当时只能采取由新北市政府所提供的书面资料示意图，来让网友票选，然后专家学者也只能根据新北市政府所提出的书面资料以及自我检核表来进行书面审查。最后三貂岭自行车道获得最佳亮点车道奖，全台湾共有10条自行车道获得这个奖项。然而工程完工之后，自行车的车友傻眼，隧道内根本不适合骑乘自行车。而后来的故事发展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新北市政府把三貂岭自行车道改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然后采取线上预约制，每日分时段，每个时段只允许160名游客进入。游客在隧道内骑乘自行车，车速限制为时速10公里。而曾经参与骑亮台湾票选最赞亮点自行车路线的资深车友，就发现当初新北市政府送审的书面资料及自我检核表根本虚伪不实，而专家只能就书面审查，当然就被蒙蔽了。我今天拍这支影片，诉求的对象并不是新北市政府，而是体育署。我公开的呼吁，体育署应该撤回这个奖项，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例如，台湾若某一间大学收到检举信函，某一位硕士毕业生的硕士论文涉及抄袭，那么这所大学就召开学术伦理审查会来审查这件事。如果证实确实论文抄袭，那么就会撤销这一位涉案者的硕士论文以及硕士学位。那如果一个摄影比赛发现得奖的作品事实上不是本人亲自拍摄，而是用 AI 合成，那么被检举查证属实之后，一定会撤销这个奖项。更何况体育署掌管的是全国体育事务，
体育界最重视什么？就是运动精神，绝对不允许作弊。如果一个人拿到金牌，然后被检举，也证实是使用禁药，那么一定会撤销这个奖牌。就像中华职棒，如果有球员涉赌、放水，一旦被发现，一定是开除，而且终身禁用。这就是捍卫体育精神，绝不容许一丝丝的妥协跟包庇。我这样的呼吁，或许有人会嘲笑我，新北市政府都将三貂岭自行车道改名了，根本连自行车这3个字都不要了。而且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在国内外拿过很多景观大赛的设计奖，根本就不会在乎体育署这一个小奖项。撤销这个奖项，或许对新北市政府来讲不痛不痒，毫不在意，但是我觉得对体育署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捍卫体育署的尊严。根据现行的政府法规，体育署或许已经无法收回补助给新北市政府6000万元的自行车道工程补助款，但是至少你可以撤回颁给新北市政府的最佳亮点车道奖，来捍卫体育署的声誉与尊严。如果今天国立台湾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有人涉及论文抄袭，这不是台湾大学的耻辱。但是如果校方知道这件事，却纵容回避，那才是台湾大学的耻辱，是真正的丢脸。因为你包庇错误，而同流合污了。我在这里也呼吁车友一人一信，写信到体育署署长信箱。根据目前政府的规定，这样的信箱每一封信都会有立案的文号，一定会获得回答。就像我最近写信给新北市市长信箱，请求在平溪古道路口设立停车场及公厕，大约1个星期就收到回复信了，也让我得到我想知道的答案及原因了。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写信到体育署署长的信箱，以蚂蚁雄兵的力量，让体育署追回这一个奖项，而不要让政府觉得做错事也没关系，民众抗议久了也会累，就会放弃。所以我也不用道歉，而且还能理直气壮地回复你，批评你。或许有人会问 ，Tony 你又不是车友，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目前的管制措施对你根本一点都没有影响，你在争什么？我真的是政府做错事，难道说一句道歉有那么难吗？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